哎，我最近对东北优秀的中老年女性进行了深刻的洞察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妈妈有没有以下症状？首先，第一点，你们的妈妈拿不拿宾馆牙刷？在这个领域，我妈在大中华地区肯定是拿过锦旗。酒店用品一把抓，横扫宾馆小牙刷。年过60伸手节，掏空一次性拖鞋。我前段时间不住酒店吗？我妈来看我。完有一天我给前台打电话，我跟酒店说我要2副牙刷。那酒店前台说对不起张女士，我们酒店客房的上限就是每个房间2个人，一天提供4套牙具。而你们房间的黄女士今天已经拿走9套牙刷、8套拖鞋了，我们实在是不方便再提供了呢。我当时真是特别尴尬，我赶紧跟人解释，我说呀，黄女士这2年确实是说60嘴顺嘛，就是一出门就长牙，现在70多颗了，很费牙刷，你理解一下。我就不懂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给你买的好几百块钱电动牙刷你不用，你划了这一次性牙刷干啥呀？家里好几百个。我妈说我刷狗，但是常在江边走，哪能不湿鞋对不？我妈也正插皮我。我刚生完孩子那天在宾馆，发现我忘带牙具了，没法洗漱。我妈得意而傲娇地看了我一眼，从她包里翻出了一个一次性牙刷，上边还写着宾馆的名字绿百合。紧接着她又得意地翻出了一管小牙膏，然后就开始往那牙刷上挤，但就啥也挤不出来。我说我来吧妈，我妈说你产后虚弱，你挤不出来。然后我就看她使劲搁那挤呀挤呀，就不出来，最后脑袋出汗了，最后好不容易挤出来一点，还是黑的。我说妈，这牙膏咋这色儿呢？我妈说那酒店好呗，竹炭的。我听着我就感觉绿百合也不像是能提供竹炭牙膏档次的酒店呢，咋的不也得是个就紫竹园啥的吗？后来我看挤的太费劲了，我说别挤了，够了，就往嘴里一放，气味刺鼻熏天，口感极度黏腻。后来我一看才整明白，这个牙刷呢是绿百合酒店的牙刷，这个牙膏呢是我住的酒店的鞋油。我妈肯定是拿人家这9双拖鞋的时候，想给人家这一次性拖鞋做个 SPA。第二个特点，天可塌，命可毁，必找东西河南北。来北京陪我那些天，真是天天你带他游山，他找北；你带他玩水，他找北；带他享受摁个腿，他要先找哪是北。你问他峥嵘青春怎无悔，他说先找到北，找到北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就是他们对这个东南西北依赖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有一天我妈跟我唠嗑说，哎呀妈，看你一天可辛苦了，妈看你我上火牙都疼。我说你哪颗牙疼？我妈说我不去年拔了一颗牙吗？我说是啊。我妈说你就那颗牙东边那颗。最后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逼人吃饭。他主要不是光逼你吃饭，他把你当傻子。有一次我点外卖，一份外卖饺子15个，我吃了12个，还剩3个的时候，我去接了个电话，结果回来的时候盒里又变回剩10个饺子了。我说这个外卖这个粉色的盒好哎，长饺子。我妈说你刚才就吃了5个，你还得吃。我说妈，你刚才往里加这个饺子的色儿不一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而且我一下桌就给我加汤，那一碗又一碗，我再也不想喝汤了。在这种高压的喝汤节奏下，我觉得我也说了，奶水也就那么回事，主要是营养都从我脸上出来了。我每天早上现在脸上的油就可以用勺刮，足够油焖个尖椒啥的。就你们懂，一脸的油换一脸的哀愁，一脸的哀愁化为一鼻子的黑头，一鼻子黑头穿过你那200瓦的粉底液呀，搅黄了多少次小帅哥的回眸。我没办法了，结婚了只能远离红尘。你们要加油，毛孔大，几率小，转角的爱情不好找。所以呢，这个氨基酸泥我每周必来用1次。它用的是神奇的泥浆微粒来吸附油脂和黑头。为啥用这个泥浆呢？因为它是遇泥法。知识点啊，泥浆越细，清洁力就越强。这个泥浆细的像雾一样，能把皮肤里的脏东西都给薅出来。这里边有15种氨基酸，能快速渗透，给肌肤补水保湿，深层清洁，但是温和，没有刺痛感，不用担心上脸紧绷，就出现小时候被咱们的奶奶用劣质肥皂搓脸，就深层结大发了，给脸洗脆了，就嘴都不会张了那种感觉。用完之后，哎呀，感觉自己皮肤陷入了不了情，好像融化的冰激凌。很多孕妇、产妇啥的想做清洁，但是不放心成分，怕刺激。这个面膜温和无添加，没有致痘、致敏和孕妇不适应的成分，敏感肌也可以使用。这黑头刮的还挺解压。你们的母亲们是否也一边找着北，一边拿着牙刷呢？你们现在还做这种关于高考的噩梦不？我是经常做。高考过去11年了，但是我关于他的噩梦从未停息。我经常梦着自己重回高3，梦里头不是铃声响了收卷子了，我发现卷子后面3道大题没看着，要不就是答题卡涂正行了。我敢说，经历过高考的你们，应该也有过这种熟悉的梦、相似的痛、魂牵梦绕的小沉重，对不？而且我关于高考的噩梦比别人还多一个剧情点。别人考场坐过站，踩人考场要过饭。今天我给你讲讲我高考的故事。为啥说我考场要过饭呢？就我在考文综的时候，在考场上晕过去了。就我一直有这个低血糖的毛病，就此生目前为止，因为这事晕过去3回，之后都留下了相应的心理阴影。
第一次好像是7、8岁那阵儿吧，就我去游泳，完游完泳出来之后呢，在那个浴池洗澡，完洗澡突然间我就感觉哎呀妈突突了，老难受了。我跟我妈说妈不行难受，快走。然后我就晕过去了，就下巴壳就直接就卡到暖气片上了。就等我醒的时候，我妈抱着我，看满地是血，哎，那血就顺着人洗澡搓的那个村，就一江春水向东流吧，就流向下水道，导致现在我看着暖气片还能闻着有就是村村的血味儿。第二次是我初中的时候跟我爸去旅游，在一个景点有一个老长的石阶要爬，完当时我就有点爬不动了，完旁边有个京巴挑战我当时我寻思我腿再短我不比你京巴腿长吗？完我就跟他杠上了。完我这家伙一通跑到顶上，结果到顶上以后，我那感觉又来了，就直突突，心感觉都要翻出来了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前边当时有个大石碑，完那京巴一抬腿在石碑旁边留下一坡痕迹，完走了。完你说我面朝着石碑直勾我就晕过去了。你说同样是出来旅个游，别人登山踏云端，彩铃直奔京巴湾，到现在我就看着石碑，我感觉还能闻着有腰子味儿。最后一次呢，就高考考文综，当时还没发卷呢，就老师俺都搁那做着准备，就气氛也是挺紧张的。完突然间我那劲儿就上来了，就那一刻就是女浴池的暖气片，石碑下的小绝恋，就在一瞬间，就那感觉熟悉的画面全上来了，我就又突突了，就瞬间就是满脑袋是汗，眼前发黑，意识也不清晰了。我老师过来扒拉我，同学你咋的了？我当时知道我肯定是趴桌上了，但是我就起不来，然后我话我也说不明白。但是我能听着，就是另外一个老师跟我眼前这个老师搁那商量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得给外边的救车打电话，就派着医护人员进来给我抬走啊？你说我当时上的心眼多那劲儿了呢，我当时一个意念，不行，我现在要被抬走了，这场考试我肯定回不来了，那我就得再准备一年，明年再接着考。那你明年你就保证你自己就不突突吗？那万一进考场之前看着京巴啥的呢？完我就深呼吸，就是控制自己的突突。我跟老师说，老师你就给我口吃的就行，就是糖的巧克力只要有糖分的就行，我就低血糖犯了，你给我口吃的就行。完我身边这老师说的，我没有吃的呀。但这老师挺热心肠，就问另外那俩老师谁有吃的，但谁也没有。完其中有一个说的不行，我看还打急救电话吧，你瞅他脸都白了。我说你就给我一口吃的吧，我就不白了，那跟取消滤镜似的，变色还快呢。后来是来我们教室来给俺发卷的一个流动监考老师，说他兜里有个香蕉。哎呀妈，我当时想，哎呀太好了，救命了！我抓香蕉给造了。完我当时还寻思这香蕉口感怎么像香皂呢？后来一看皮儿是绿的，没熟。所以到现在我也不是很亲就香蕉这个水果，尤其是绿的，我觉得它有一股高考味儿。哎，我真是我还得感谢就是当年给我绿香蕉的那个监考老师。虽然当年高考我发挥的就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最后我还是去了我梦中的大学，就过2分去的。最有意思的吧，是你肯定不能相信我高考哪科分最低，你更猜不着是因为啥。今天晚上9点我直播首秀，有空你见唠嗑。哎，我老公跟他儿子拿铁共枕的第1个夜晚，把拿铁给睡丢了。昨天我跟翟耀达睡一屋，拿铁跟我老公睡一屋。我原以为这么安排让他们爷俩能增进一下感情，结果早上起来我一推门，哎呀妈呀，他爸那大呼噜打的就跟那野狼哭百合，嘹亮中透着凄惨。拿铁一人在地上独酌。我说你们爷俩睡得分崩离析，那拿铁咋还让你睡地上去了呢？你睡觉时候推啥呢？我就使劲推他，咋推也推不醒。但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用这招。哎，你说要说他鼻子好使吧，他那呼噜打的跟那个驴要做肠镜似的。你说他鼻子不好使吧，闻着硬菜跟诈尸似的，渺小。西兰花还不好使，我尝试过，必须得是有荤腥的。我就赶紧问他，我说拿铁呢？迷糊了。那跟你在中国啊？我说那么你呢？你在也门的啊？他才清醒过来，往周围看，哎妈，孩子呢？我说你赶紧找啊，他也不着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能跑哪去？肯定在这屋呢。现在出门多难呢。还说我你就操心操太多了。人家孩子可能就想在地上睡，接地气是很重要的，就从瓷砖放着往里接。我说那他没有背睡觉多冷啊！我老公说他冷了，他才知道以后睡觉要在被底下睡，别逃窜。你看他自己那儿啥事没有，那就是不冷。然后我才想起来，我女儿小时候，我一天晚上起了3回给她盖被。我婆婆完全不理解，问我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辛苦？我的小甜心，我生了3个孩子，我从来没有半夜起来过1次给他们盖被。我也是要睡觉的，我也是要生活的。他们冻着了就冻着了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我说温迪啊，你们家的3个孩子也很难说是好好的。你没看着你儿子在铁岭蹦蹦床上，那别人一看那雪人就是被冻着过。但是也有好处，挺金活。你给他热度，他也不化，你这玩意儿。咱们呢也不知道我婆婆和我老公这种野代方式到底有没有道理，也许有。但是我一想到孩子晚上睡觉踢被乱动挨冻，我受不了。所以我当时媳妇选的是这款曼西的小红心睡袋。曼西一直做各种母婴产品，所以非常了解妈妈们的痛点。我不知道你们家小宝宝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晚上睡觉特别容易出汗。这个问题在天凉的时候最闹心，盖多了怕捂着，盖少了还容易着凉。这款睡袋呢特别有智慧，因为它的汗液只会单向的排出，不会堆积和反渗。你不信的话，我给你看啊。
你看里面一碰到这个汗液，就出现独角兽的印花图案。通过面料内层将这个汗液排出去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既全身保暖，同时又透气。孩子热了呢，把热量储存起来；孩子冷了再给它释放出来，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。而且拿铁睡觉的时候，我会用这个小袖口把这小拳头给包住，让冷空气不在我钻空子的肌肤。以后我大胖媳妇再跟我展示她的冰雪才艺，我也得给她套上一个这么多才多艺的一个雪人。你说我捧在手里怕掉了吗？放在厕所怕化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